内瑞拉石油最可怕是里头含硫太高了，所以石油界中说是酸油，你单单用氢跟那种脱硫剂，你要投更多的成本，更不要说都知道委内瑞拉其实矿产不是很多吗？都知道还有很多矿，所以它的油里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镍，比如说钒。这些你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提炼，否则这些油都很难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做？因为中国大陆稀土提炼能力很好，所以他才后来再继续做一些提炼。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动？因为你要投资更多。美国这些石油巨商，他们都是油很好，我拿来简单弄弄，我就可以卖了。我要投那么多成本，我又不是头壳坏掉。我觉得埃克森美孚这个伍兹是聪明人，他这个大白话，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在乎被踢出黑名单，他觉得这样太好了。美国的石油巨头呢，现在说呢，他不想要去投资委内瑞拉在这个地方哦，觉得他这边的形势还是相对的不稳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加拿大最近动作很多，总理卡尼呢，在这几天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突然间破冰呢？传出现在中加要联手一起对抗来自于川普的霸凌吗？今天这些议题一起来做解答。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要来一起关心到的是川普他自封呢是做了一张 AI 的这个生成照片，他说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难道这是要秀出他在拉美帝国的这个美国的帝国也要形成在拉美帝国的一个秀能够成真吗？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也来关心到的是，当川普一直要这些石油巨头来自于美国的巨头去投资委内瑞拉的时候，但是这些巨头啊是宁可得罪川普，也不要去，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川普下一个紧盯的目标会不会是加拿大呢？因为总理卡尼拜访习近平，难道要一起联手对抗川普？而卡尼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求自保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张社群平台上是川普自己发布的这个分享了一张 AI 的生成图，那他这个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维基百科，那他就在上面标注说他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时间也写了，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元旦他就已经在委内瑞拉在位了。目前呢，这件事情被显得特别的讽刺，就是因为他现在呢正在跟委内瑞拉真正的代理总统是有所合作的。这个代理总统是罗德里格斯哦。那另外一方面呢，15日的时候呢，也会在白宫会见的是美国的反对派领袖，这是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外界就在看说，那接下来到底委内瑞拉的总统会是谁？难道会是川普自己吗？还是呢这个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还是目前的真正的代理总统呢？哪一位会是真的？那这一场川普在这边的拉美帝国梦能够成真吗？因为现在他也希望卢比欧去当古巴的总统，大使怎么看？那川普是自己过干瘾了，对，这个有点幼稚。你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那你就去加拉卡斯上班呐。对啊，对，总统府在那边，你去那个总统府宝座坐一坐看嘛，你看你敢不敢进去？你进去以后，你敢不敢坐那个位置？人家让不让你坐？所以呢，川普其实某种程度来看，就是说小打小闹可以，他不敢大打大闹啦。你这个花了那么多功夫150架飞机，你也不过就在那边打了2个小时就跑了，抓了人就跑了。那你有种你就留在那边啊，你就把你的陆战队起码把那个总统官邸你先控制住啊，敢都不敢啊。现在这边讲大话，然后呢恐吓真正的委内瑞拉宪法所怎么样？程序所指定的现任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人家是完全符合委内瑞拉现行宪法的程序跟正义原则，是有合法性的总统。那人家现在在委内瑞拉总统府上班，你只能恐吓他，跟你恐吓马杜罗一样。那你要跟我合作哦，你不跟我合作，你下场比马杜罗更惨。那个罗德里格斯只要聪明点，没有刺激啊，川普心里就想，那你就来啊，你来第2次试试看。你上一次你 CIA 这些布局收买了那么多人，也搞了4个月啊。你现在我不住在那个基地了，你去再复制一个基地看看。我现在罗德里格斯住的地方比上一个更安全，你拿我没办法。你们再来一次。我前2天看到这个一个媒体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抗议，
我告诉你，那个是所有街道完全挤满了，通通都是支持现在政府，而且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那个街道集礼场全部是满的，情绪非常高涨。所以呢，川普不敢面对的是，他去掳走了人家的总统以后，现在委内瑞拉上下空前团结，然后呢同仇敌忾，你激起了委内瑞拉老百姓的什么爱国心，然后呢荣辱感。委内瑞拉也不是小国委内瑞拉有90万平方公里啊，对不对？对，这个国家你要不然你就派部队去，所以呢你自己搞个 AI 生成照片，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吗？哪像个堂堂的美国总统的作为？是。那另外一方面，说实话，那个马查多没有错，他需要去华府去访问。你知道川普接受记者访问他怎么说？他说：“我听说他上个礼拜，他下个礼拜要来，我期待和他打个招呼。”他连马查多他都不敢接待，因为他怕得罪罗德里格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人家无欲则刚，他满脑子欲望，想要人家的石油，想要不靠兵力骗得人家石油。现在说实话，美国的石油公司他都骗不了，还骗委内瑞拉。确实现在这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即使川普不断的说服他们要去这个委内瑞拉去投资，但是呢，他们是拒绝的。尤其是这些石油巨擘，特别是2家，川普希望他们投资1000亿美元去当地投资，但是我们看到拒绝川普的，包括了埃克森美孚执行长直接出来说了，他们在委内瑞拉的资产曾经被没收过2次，他不想再被没收了。他认为当地的法律跟商业框架都是有问题的。第2位是康菲石油的执行长，他也说呢，美国的这些能源设施是需要做修复的，而且这个金额是要数十亿美元，我们需要这个银行业你帮忙做融资啊。但是现场的银行业都没有出声，没有人想要去当地投资，所以呢，川普就不爽的放话，他说我不喜欢埃克森美孚他的这一种太过精明的回应，他暗示要把他踢出美国的投资名单当中。委内瑞拉的石油品质到现在其实相当的不稳定，但是蕴藏量大。即使是如此，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投资的这些石油巨擘，还是宁愿得罪川普，也不要去当地投资。原因是什么？上志哥怎么看？哇，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大家在所有的讨论中，基本上就是说，哇，全球蕴藏量最高17%，比这个沙特阿拉伯沙特还要多。然后呢，大家就在讲，然后而且说有5000亿桶可以开采。但各位要实了解，委内瑞拉的储存是1兆桶以上，很惊人。但为什么只有5000亿桶能开采？所以其实这里要从另外角度，不只是委内瑞拉的政治不稳定，这些投资环境不合适，还是要从石油产业跟石油专业来看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投资。我觉得埃克森美孚这个伍兹是聪明人，他这个大白话，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在乎被踢出黑名单，他觉得这样太好了。其中最大原因是什么？因为委内瑞拉石油严格来说，在全世界石油界都知道，其实品质非常差吗？或糟，可以这么讲。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石油是可以，原油很多种，原油会被提炼成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和甚至还有沥青，大家都知道。但这个提炼的过程没有错，石油如果你开采出来，你可以还有化工工业，像我们台塑以前做很多塑胶相关的东西，跟石油有关，听起来都香饽饽。但问题就是你得要好提炼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最好提炼的应该还是中东以沙特那边的油，所以最受欢迎嘛。因为它的油就是轻油，在石油界有一个指标叫做 API， 这是指石油的浓度跟密度以及里面的杂质。什么概念？就是说数字越低越糟，越浓越稠。委内瑞拉石油是什么概念啊？它的 API 是12.3，这么低这么稠。而我们随便讲委内瑞拉另外一个地方的石油，或者是说，包括沙特阿拉伯，它的这个 API 是131.9。你们知道是又浓又稠，很多人说要沥青，所以你单开采浓浓稠稠，你要运送这些石油，运送你就要加一些石脑油，才能够稀释，才能运送哦，否则你连运都运不了。
而且提炼呢，委内瑞拉石油最可怕的是里头含硫太高了，所以石油界中说是酸油，你单单用氢跟那种脱硫剂，你要投更多的成本，更不要说都知道委内瑞拉其实矿产不是很多吗？都知道还有很多矿，所以它的油里头有很多奇奇怪的东西，比如说镍，比如说钒。这些你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提炼，否则这些油都很难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做？因为中国大陆稀土提炼能力很好，所以他才后来再继续做这些提炼。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动？因为你要投资更多。美国这些石油巨商，他们都是油很好，我拿来简单弄弄，我就可以卖了。我要投那么多成本，我又不是头壳坏掉。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在整个委内瑞拉石油，除了政治，当然川普就觉得哇，那么多油都可以为我使用，该多好。可是里面的油，嘿，老天爷就是让你以为轻易可以拿到，但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够轻易提炼。好，川普首先拿下了委内瑞拉，当然想要拿下当地的这个石油的大单，现在碰到了许多的问题。那先是拿下委内瑞拉，他现在也放话，他说他要拿下格陵兰嘛。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非常的紧张，就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了。加拿大为了是不是要自保呢？因为最近这个总理卡尼的动作很多，今天他就正式的启程了，要展开为期5天，他人呢跑去了中国大陆，要来见习近平主席跟总理李强。根据了解，他们会讨论包括在贸易、能源跟国际安全上面的问题。这一次被视为特别重要，因为已经时隔9年，上一次拜访是在2017年，中加2国再次的聚在一起哦，这是首度的访华啦。那尤其也是在2018年，当时发生了孟晚舟事件之后，这一件事情，他这一次访华可以被视为是中加一个破冰之旅。那现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谣言，就说这个卡尼他访问习近平。除了谈一些经济安全之外，是不是也为求自保呢？根据了解，卡尼已经关掉他的手机定位，免得成为川普的下一个抓捕的对象。因为川普曾经说过要并吞加拿大，成为第51州。干哥怎么看？这是黑色幽默啊！哈，就是大家说，卡尼，你关闭手机定位哦，免得你下次又被川普的安全部队给抓到。对，好，就我们听这种幽默，就是说，就是讽刺说。川普这个人霸道不讲理到这种地步，加拿大是你的铁杆为什么个铁杆？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加拿大每年的贸易量85%是跟美国只剩下15%是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他们就在一起嘛，对不对？然后加拿大的石油97%输往美国，所以你就晓得，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加拿大是依存美国吗？其实也对。也对，但是呢，你讲到主权的话，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说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那所以卡尼这次睽违9年，9年来没有去中国大陆拜访，那这次去了，听说还要见李强啊，还有习近平等人对不对？他要见很多人。老实讲一句，他这次去其实意义很重大，因为从2017年。杜鲁道去过以后就没有总理再去过，那因为隔年发生很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孟晚舟竟然在加拿大被捕，被谁捕？不是被加拿大抓的，是加拿大受美国司法部之请把他抓了。抓了孟晚舟之后，2国就陷入了，然后马上就引起了一堆报复。一抓加拿大的那个油菜籽就完全没有办法输入中国大陆了，然后。大陆也对加拿大课征很高的关税，100%。那加拿大一开始也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就这样，其实2国的关系紧张了很多年，而且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那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普遍受到了这个美国的钳制，所以说他的外交政策是施展不开。川普完全吃死加拿大，他从他第一次上任。2017年、2018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你们就成为我们一省嘛。我跟你讲，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依据美加墨那个关税协定的话，我要课征你们25%到50%的关税。如果你今天成为美国的51州，1毛钱都不用出了，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好，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有一个省大家知道以前魁北克跟加拿大政府不是闹了很久的独立纠纷吗？对不对？现在不是魁北克。现在是亚伯达省，亚伯达省是一个产业省，他现在跟这个美国眉来眼去，他希望一个公投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的
那个一个省这样。那所以，川普现在用尽方法，他把加拿大开始分化，说你们真的应该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联邦之后，对你们的居民真的有好处。这个手法如出一辙，就像对付格陵兰的居民是一样的。美国不太可能会军事侵入，但是美国光是鼓起如簧之舌哈，我看到卡尼啊这次去中国访问之后，能不能带回一些成果？然后他才能够抵抗美国的步步入侵呢？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国这一回硬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这一回是拉起了全国的警戒戒严状态，代理总统宣布了现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他还扬言说要逮捕这些亲美人士。总统府前则是现在面临的是枪声大作，连战车都开上街头了。难道内战真的要爆发了吗？赶快来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在1月15号这一天，在这个美国总统被抓之后，1月5号这一天，副总统正式的就职了，代理总统他是罗德里格斯。那《每日邮报》就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报道，说呢，在他就职当天晚上，委内瑞拉总统前突然间爆发了激烈的枪声，还有战车开上街头。那其实呢，在他就职的当下，他之前我们知道他多次的跟美国呛虾，但是呢，昨天又说要配合美国，但是最新消息就在就职的当下，他又说了，来自于副总统的最新说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亲美人士，被解读说是不是压不过内部军方的这些压力，所以呢，现在干脆配合军方一起来反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做关注。那他可以做多久呢？这个代理总统的职位，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做90天代理。然后最多延长1次，也就是说7月份以前，他最多可以做到这个时候。那如果在这个时刻7月份之前，马杜罗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委内瑞拉的话，最多30天内，委内瑞拉就要自己进行选举来选出这个新总统。不过当然了，川普在这个时候放话，确实啦，你委内瑞拉想要选出新总统，但是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可能吧？现在你的内部这么的混乱，你应该先把自己整顿好吧？所以呢，他相信接下来美国的石油公司呢会去帮忙整顿，在18个月内就可以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现在如果川普真的不让马杜罗回到委内瑞拉，下一任的领导人会走大选路线吗？看起来好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变成这种武斗？美国的权力真的能够掌控住委内瑞拉吗？在此之前，会不会真的就引爆了委内瑞拉严重的军事斗争？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罗德里格斯哈，他这个在国会啊宣誓就任，那个气氛非常的好，那个几乎反对党哈，现在也一致矛头对外，就变成现在外辱来时啊，这个造成内部的团结，所以现在委内瑞拉事实上是外张内弛，内部的话反而没有过去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敌的入侵，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跟羞辱。虽然西方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一开始去报了很多这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去，好像放鞭炮庆祝啊，终于把这个 Rodriguez 要把这个马杜罗抓走了，但是那个是媒体上的，就是说它是展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局部的。是。全面性你要看它国会的气氛，国会气氛，委内瑞拉展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你说未来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就职典礼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人在下面叫嚣，也没有人有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委内瑞拉被美国跟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把它长期的妖魔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怎么样乱七八糟国家。那没有想到，人家面临到这个挑战的时候1月3号当天，他们的总统被这个绑架以后，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宪法法庭就立刻开会，开会以后就做出了裁决，然后命令执行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以代总统身份承担并行使委内瑞拉总统一职。是，
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依照宪法的规定。所以 Rodriguez 他拿到这个位置，照样是有他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现在还得到反对党来承认。当然，他们一上来以后，那他们现在其实不是抓这个亲美，他是说在这一次啊，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啊，这些替美国做内应啊，帮美国人执行这一次任务的人，他们现在要抓出来，要追究责任。倒不是说全面性的哈做一个反美行为。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说要希望美国把这个他们的总统还给他们。然后呢，而且说这个Maduro 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那当然，照委内瑞拉目前的宪法规定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原来总统不能逝世，他代理也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对，我想他们会依照宪法的规定。那反而倒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委内瑞拉现在改选，因为为什么？他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委内瑞拉。因为混乱的委内瑞拉，美国的石油公司不敢进去，不敢去把这个石油啊，它这一次真正的产业把它接下来。所以呢，这一次可以说是图穷匕见，也就是说把委内瑞拉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啊，川普所图啊，看起来主要还是在那个石油。好，所以看起来现在整体委内瑞拉内部的这个团结的情绪，好像仍然在持续蔓延。不过在这个此刻，现在也内部传出来说，那现在没有总统嘛，是真空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由谁来做这个权力上面的带领呢？有6个人选现在已经出来了。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副总统暂代这个代理总统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当中还包括了有这个美中的较劲，因为不同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各自支持的国家也不太一样，尤其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代理总统，他一下亲美一下反美，但是我们来看到2位，这个是比较偏向中国大陆的，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掌握委内瑞拉军权的这一位洛佩斯，另外一位就是马杜洛的儿子，他是盖拉，3位现在被视为是比较稍微亲西方的，包括了这个前反对派领袖，目前流亡在西班牙的这一位，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也说呢，他有意要回来执政。那另外就是现在川普自己钦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谁比较有可能呢？那接下来包括了美中俄会如何抢先在委内瑞拉这边进行布局？上次哥怎么看？我在想，委内瑞拉如果没有那么多石油，我们对谁接班大概没什么太多兴趣了。但就是那么大笔的财富，而且看到卢比欧也在上面。但其实在国内跟国外看不太一样。不过我们首先看一个结构跟模式，在中南美洲或者说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头，往往如果出现，不要说这次是美国把马杜拉带走，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突然一个权力真空状况的情形之下，大概会有2个系统出现，决定了这个接班人。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他们的原先的无论宪政或政治的体制，还相对来说比较可以，也就是说民主体制还是有的这个情形之下，大概就内部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我想毫无疑问的，就现在的罗格里格斯这个副总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出身，还有包括他的兄长 George 也是一方人物。那么他们过去包括不只是在整个境内，整个委内瑞拉，包括他们在华尔街股市方面当中也有很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止国内关系，国际关系也都有的哦。这项循序渐进哈，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马杜罗怎么样的时候，但是马杜拉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副总统的总体的状态是可以的。那么在此之前，第2个东西，我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家人。过去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在抓这个总统，他的夫人西利亚也是一方角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他的儿子盖拉。这个往往也就是所谓这个自己的亲人本身还是有权力势力的哈，所以这个也要关注。当然说实在的，另外带就反对党啦，反对党当中除了这个还有流亡，我觉得流亡通常不太可能成啦，你没有在内在外，你只能博得一些媒体的声量而已。所以实质上是谁？其实最大关键就是军跟警。我们现在看军力当中，向来在任何政权的跌宕动荡的时候，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很重要。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所谓这个洛佩斯，他的角色长期在委内瑞拉来说还是说比较安定的，并不是说是极端强势。我们知道过去在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在的时候呢，他是钦定他的接班人哦，也就是说，在过去被抓起来的时候，马杜拉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在2013年就被指定了
非常漫长的时间陪伴在侧。虽然以前是公车司机，感觉没念什么书，可是就是指定他呀，他就是符合现在查韦斯认为就是有点类似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当中从基层起来的，然后基层执政，然后会创造共同平均，不管是均富或均贫的这样子的政治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军人的状况要看。那这位洛佩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势哦，像缅甸那样。另外还要注意一位，我们在上面没有看到是他的警察卡贝友，他虽然是警力，可是警力当中所用的枪杆子跟维持社会的力量，在内部的动荡当中很重要。而且这个卡贝友其实是过去跟整个总统家族的关系非常好。我要表达的是，现在我们在看这些人是怎么样。除了美国的力量，是不是无论是卢比欧，我认为第一顺位是美国想要扶持谁？除了卢比欧之外，如果境内他要扶持现在的副总统或合作，那会是很大的力量。第二个部分就是军警跟谁合作，无论是军跟警，甚至一起支持谁。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军力跟警力都同样支持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那应该就会非常稳了。所以这段期间，因为美国的最后意志，还有现在在纽约的审判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会有一段波动的时间。但如大使讲的，目前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几个主要力量：美国力量、内部军警力量跟社会当中慢慢归向谁，应该真正的接班人，或至少暂时顶替的人，就会具体出现了。好，暂时顶替的人选，现在权力真空之下会是谁？我们还要再做持续的一个观察。不过呢，这一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都还没有平息，川普在此刻也持续的对外放话了。他说，现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内瑞拉的事情结束就好了，接下来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你们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伦比亚的总统，特别点名他哦，特别点名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点啊，因为我认为呢，出兵哥伦比亚听起来很不错。好，那裴佐没有想到他是在社群媒体上立刻回呛了。他以前呢曾经是游击队的成员，他说：“我曾经发誓过我不会再碰武器，但是如今为了我的祖国，我决定会再次的拿起武器。”不只是这个哥伦比亚总统出来呛虾，古巴的总统也呛虾。他表示说，古巴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也会采取行动。接下来哪一个人会是川普下一个出兵的对象？美国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埋下接下来跟南美洲国家，尤其是左翼国家开战的一个种子吗？干哥怎么看？其实如果照美国的利益而言的话，这些国家它都要开刀的。可是如果说这么的频繁、这么密集的纷纷对自己的后院展开军事行动的话，可能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美军出兵的合法性跟正当性能不能符合海牙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庭的一贯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竟然连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都说我们一切合法，合了什么法？国际社会正要问你说，你究竟合了什么样的法规，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总统给抓走？对，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你美国的拳头大，当然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事件已经过了72小时，我们还在想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是主权独立国家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跑到你的总统府？把你的总统从睡梦中给拖走，然后你的侍卫队、你的军方的所有的系统都付之阙如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诧异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让对方的武力如入无人之境，我觉得这个就是南美一系的国家，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像是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遇到美军的再次斩首，你们抵挡得住吗？现在你就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佩德罗就是哥伦比亚总统也翻译成佩卓啦。他 Pedro， 他老实讲一句，他从小他就是在丛林里面长大的，他是游击队出身的。他今天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了总统，那他一定有他的人民民意的基础在。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毒贩或者说他以前是游击队，但不管怎么样，他今天做了总统。所以川普用很恶劣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的国家，说佩德罗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了哥伦比亚这个国家。
坦白讲，哥伦比亚它跟毒枭的关系，那就跟墨西哥和毒枭的关系是一样的，几十年来都是斩不断，那理还乱，所以一直这样，长期以往。那川普有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佩德罗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可是你要提出证据啊，对，证据在哪里啊？你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那是很严重指控啊，因为他是总统你又拿不出来。那你这样，你如果要再斩首他，这样国际社会就不能接受了。还有一个就是古巴，古巴说他怎么说？川普说古巴你是失败国家，你现在这个总统卡内尔不但没有以前卡斯楚的魄力，而且古巴现在不是靠委内瑞拉的石油化，经济早就崩盘了。他想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也轮不到你川普去干涉人家内政，甚至要把人家的元首给斩首吧。我认为这一出闹剧到此为止了。美国还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到美国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川普已经下令要炸委内瑞拉了，现在说法呢是 CIA 是幕后的黑手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同步现在卡位在拉美国家，美国后院全面起火。赶快来看到川普在12月29号最新证实的，他说呢，美军呢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一座大型的设施，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做运毒的动作，在他们把毒品装载到船上的码头区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说他很清楚是谁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说是谁。好。CNN 怎么说？他认为这可能是 CIA 对于委内瑞拉一处港口设施发动用无人机所做的一场空袭行动。这个是美国接下来要陆上作战针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前兆吗？这一系列的动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重兵部署在委内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这个福特号航母，还有 F-35等等。到底何时可能真的会动手？川普的进攻计划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极限施压，直线施压逼马杜罗下台，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卷铺盖，想办法找个地方就交差了事了。这个如果极限施压没有逼马杜罗下台，那他现在就希望美国是希望经过极限施压，他内部推翻。那内部推翻呢？那有没有这个内应够不够，力道够不够？马杜罗会不会因为被推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就马杜罗就除掉了？因为马杜罗是反美政权，美国希望有个亲美政权，所以也断了马杜罗的这个我们讲的金源，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他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让你不要外销。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是这个样啊。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毕竟这个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动武就会有风险，因为美国只要动武，美国一定会损兵折将。不可能，美国海豹队一个完事而归，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不可能的嘛。双方都会有交战，一定会有损失，只是人数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内部的压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美国现在的直接这个3步走，这3步走会走到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还停留在第1步到第2步之间，还没有到第3步。那现在一直在直线施压，对他的炼毒厂炸。他感觉为什么不对军队炸呢？就炼毒厂啊，他没有对炸军事目标啊。那逼这个极限施压，看他的内应够不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因为马杜罗掌控了委内瑞拉的政权3年了，对，3年的话，各种的布局、布阵、布势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这个不流血，让马杜罗下台，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拖了4个多月，还有这个状况吗？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还有多少的要愿意付多大的风险跟多少的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美国会不会达成这个任务，就会达成他的这个目标？我认为目标不是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风险跟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问题。
好，现阶段为主，这个美国还是持续的做极限的施压。那针对于这一场行动，也有在解读说，到底是 CIA 做的，还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做的？那今天川普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因为他说是弃毒行动嘛，还是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又怎么看？如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美国对委内瑞拉要什么？两个，要石油，制造石油的控制权。第二个，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后门当中，它要能够把握。真正的核心是这些东西啦，就 CIA 弃毒，这些都是门面的部分说法。但如果刚刚将军所提到的，但已经4个多月了，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航空母舰都到那里，还不止一艘，那到底他忌讳什么？为什么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认为是主要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刚刚讲，其实美国在衡量这个代价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有所犹豫。对，因为最重要犹豫什么？如果美国是我把你攻打下来的部分，就变成我的领土，那也倒罢了。美国就是一个讨厌治理的人，他只要好处，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换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现在熊熊的把现在委内瑞拉的部分整个领导班子拿掉之后，可能问他一乱了，他其实石油也不见得拿得到。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难搞，第二个部分还是来在于背后中国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军事同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里头的很多石油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投资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现在对委内瑞拉并没有发布撤侨计划，就比方说这个情势，中国还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当中有个潜在的这个国际的部分的拔河或国际的这个部分拉扯。我举个例子，巴拿马运河，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拿回来要出兵等等，到现在呢？巴拿马也说我会配合美国，1年了下去了，李嘉诚的党还没卖掉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中国大陆还是紧紧的控制，不轻易的撤退。也就是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自己长久以来布局，不会因为美国的威吓就有所影响。而这个当中的人事实地物的遍洒在里头，究竟有多么浓密？其实美国当然会知道。我认为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没有轻易动手。背后还是有中俄跟美国之间的大国在台面下我们见不到的，包括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确实哦，在这一场的行动当中，美国忌讳的为什么不打的，还有这个中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们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长期的买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德国之声的分析，他说目前委内瑞拉仅占大陆石油4%，但是呢，确实还在持续的数字上升当中。12月每日进口大约是6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那你说这数字没有很高，为什么大陆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有3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就是强化大陆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会再被西方持续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国的后院持续的卡位。那同一时间，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学者这样分析，委内瑞拉危机是自古巴危机以来，美国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务当中直接跟俄罗斯来做协商，所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反而替大陆制造了独占委内瑞拉石油的一个机会吗？委内瑞拉是否成为这个普丁手中的活棋？因为他可以趁此来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来制衡川普。怎么解读，干哥？没有，我跟你讲，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很简单，今天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对不对？但是美国还是认为说，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罗斯谈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第一次要，也不说低头啦，第一次要说，老哥，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你在扶持的，为什么？2013年老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有一个瓜伊多，美国支持的，在国会大选、临时大选中得胜了，美国要支持他的胜，可是后来马杜罗强势介入。马杜罗老实讲，那个时候马杜罗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美国人就很讨厌他了，不是川普讨厌他而已。所以川普是这个多年的仗做一次报，但是川普想得更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讲螳螂可能是美国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一个什么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讲了很多次了。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吧？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你把北海布伦特拿来比都可以，你把南极还不知道拿来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蕴藏是在南美的委内瑞拉，3000亿桶。中国当然要赶快，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赶快把
什么那个通信啊，还有那个通讯器材、家电器材都卖给委内瑞拉。所以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没有讲一句话，慢慢在插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说你委内瑞拉，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的眼中钉，对不对？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跟圭亚那的这2个国土的交界边缘发现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讲，这个油藏一定要美国来控制，不可能再让委内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我跟你讲，没得讲，你只有下台。你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枭而已，我连油轮都会拦下来。为什么？油轮拦下来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因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们美国运作已经被我冻结资产了，现在我直接拦油轮。所以这个你说他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个失败的行动——猪猡湾入侵事件，谁主导？就中情局主导的啊！中情局训练古巴人怎么样去打你们的卡斯楚，结果一败涂地。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现在压不住军方就投美嘛，因为最新消息他会赴美去访问哦。那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被国内的强硬派视为是卖国求生吗？另外一方面，川普除了扶植这个临时总统当作是美国的傀儡之外，也封锁加勒比海的航道。但是他的眼中钉就是影子舰队在这边的船队哦，还是抓不完的。到底要怎么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南美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消息，因为呢，这个反美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突然间态度大转变，他是罗德里格斯哦，他决定呢要去赴美来求救。法新社是这样来做评论的，说川普就是因为要扶植这一位罗德里格斯，他希望他能够愿意配合美国利益的政权哦，所以要持续的支持他，而这是美国长期都非常习惯的一个手段了。那我们来看到美国军方为什么他这个罗德里格斯要赴美，就是因为委内瑞拉的军方现在已经实质掌控了军权，尤其是在马杜罗被俘虏之后呢，留下了一个密令哦，就是安插军方人马来掌控目前在委内瑞拉的不管是石油港口以及武装力量。那么强硬派人士也说了，这个临时总统这个决定去美国的举动呢，就是向区域帝国主义来完全的低头。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则是不断的强硬的说呢，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这边获得了5000万桶的石油运往美国，这不仅是美国的利益，他甚至还表示说，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很好的，因为他未来半年将赚得比过去20年还要多的钱，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一起来看哦。那美国现在实际的作为，最近又有哪一些动作呢？包括扣押了第7艘来自委内瑞拉的油轮之外，还做这个加勒比海的实质封锁，等于整个原油的航道现在都被美国给截断了。中国大陆原本进口的石油也直接归零。委内瑞拉真的有赚比较多吗？如川普所说的，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分析说，答案是错的。它的出口量已经直接暴跌幅度高达了75%。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临时总统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突然间求援美国，是真的压不住来自于军方的压力了吗？在背后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交易？那川普扶植的这位傀儡的政权，他是为了委内瑞拉的人民，还是为了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委员怎么看？委内瑞拉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运作都不太正常。这个在卢比欧在马杜罗被抓了以后，他讲了一段话，其实就是他的计划。第一阶段就是抓走马杜罗，第二阶段呢就是这个稳定过渡政府，第3个阶段举行大选，成立合法政府，大概有这么一个3个阶段。卢比欧在第一天就讲了啊，那现在已经到了第2个阶段，因为马杜罗抓走了哈。那至于说马杜罗抓走了，说他还有命令谁啊谁，没人会理他。委内瑞拉是一个很现实的，你被抓走了你就赶快走。不可能让他回来啊！那我掌控就是我掌控了啊，这是没有这种什么事情了啊。那国内强硬派人士，我那谁敢强硬啊？没人敢强硬了。那美军为什么搞一大堆舰队在那边呢？那个叫做摆样子。什么叫摆样子啊？让委内瑞拉军方收钱的时候
不打仗就说啊，那外面那么多美国军，我不要打了，我以免受到很多损失啊。事实上钱放口袋啦，每个大军官都收到钱啦，所以一点都不意外。那现在为什么这个罗德里格斯呢要去美国要他来归顺？你给我乖乖的来。以前你讲什么无所谓，你现在来给我归顺，好，我让你当过渡时候的委内瑞拉领导人。因为现在整个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权力控制在美国手上吧，而且它的外汇存底也控制在美国手上嘛。有钱的是老大嘛，付钱的是老大，你要乖乖来，不然我不给你钱了，对吧？没有外汇权，你委内瑞拉就乱成一团了，通货膨胀，什么东西就来了。那你说川普讲的也是对，也是不对，就看他有良心有没有发现啊。你说我缴了5000万铜，能不能补我军费？可以啊，他的军费可以补了哈。那再来哈，他说未来半年要赚的比20年还多，那你有2个条件，你要必须达到吧。第一个，你很认真帮委内瑞拉卖石油，而且这个石油又乖乖的回到委内瑞拉外汇存底里面，而且你又肯给委内瑞拉政府花。那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何止是未来半年会赚的比20年多，搞不好多了几倍啦。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以前石油只能卖少数几个国家，其实其他没人敢买嘛。啊，你现在如果是美国控制的委内瑞拉石油，你中南美洲就可以乱卖，卖到日本、卖到东南亚都可以卖啊，所以当然量会很大哈。那再来就是说委内瑞拉好，因为它不准进口这个不止鸡蛋，所以它的设备都没有人投资，都老旧了，所以挖油的速度都很慢。那这个要美国公司来挖才行。那委内瑞拉那些贪官污吏，他没有能力去挖这些石油嘛，所以就看你实际上川普有多大良心要把委内瑞拉改善嘛，所以其他的所谓委内瑞拉暴跌75%，因为根本你把油弄走了，没有人来挖了嘛。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也不敢挖，也没有油轮来了，那当然暴跌750%，暴跌100%，我都不稀罕。他就在等你这个代理总统乖乖的来跟我签个我要的条约，我再放行。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啊。好，目前为止看起来，川普是在委内瑞拉这边最想做的就是让企业在这边做石油上面的投资，但目前美国的企业是不太敢去委内瑞拉做投资的。那川普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说嘛，封了航道，然后控制了油轮，然后还有重化能源的流向，他是想要把委内瑞拉变成他的经济殖民地吗？那赖老师要怎么看？你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说，委内瑞拉是不是继续有这个大量的在开采这个石油？问题没有啊。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委内瑞拉的这个开采油的设施很陈旧、很落后，开采的数量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率。那它目前的油其实是用储存的油来卖的嘛，所以美国现在能够抓捕到这些油轮其实是有限的。你不管说6艘、7艘、8艘，那每一艘的油轮才几个亿啊，那你说你10个艘也不过就是44个亿啊的，或者是50个亿的美元。但问题就在于，你到目前为止，你美国油商没有进入委内瑞拉去开采油，你美国的油轮没有进去委内瑞拉去把油运出来啊，你到目前都还没有。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川普还是要去说服他国内的油商，说你们去开采吧。去投资吧。现在的情况是，大的油商不愿意进去啊。那你小油商他是卡政府的油，卡政府的凯去，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可是问题是，小油商开采的油的数量不如大油商他开采油的效率好，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僵在那里。那有人就开始说，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所有的委内瑞拉的债务打水漂？不会，因为这是中美谈判的问题，不是中委谈判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跟委内瑞拉的债务就因为当时是用主权来去担保的嘛，用主权担保，那你总共有150亿美元的话，如果委内瑞拉油都被美国人拿走，然后再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未来要谈判的就是委内瑞拉的油跟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债务，你卖出来的油里面要还债给多少？那这个是要经过政治谈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未来格里尔或者是贝森特或者是这个鲁特尼特跟中国大陆很快的马上要进入谈判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计划4月份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而且已经说了只会更好不会更坏。那只会更好不会更坏的情形下，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的债权这个部分的还债的偿债的
的部分的细节，我觉得也会是中美来谈判，不是中美来谈判，也不是美委来谈判，是中国跟美国说了算。美国也不可能去赖这个账，因为赖这个账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当初在利比亚也好，在伊拉克也好，也是如此嘛。也就是当时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占领了利比亚的时候，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跟利比亚跟伊拉克所签的这些协定还是要照走。我想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媒体啊，尤其是绿媒的一直在说啊，中国大陆打水漂了。我觉得你们太乐观了，想得太开心了，但事实上不会是这样。另外4%的委内瑞拉的油，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油几乎全部，我们有说对啊。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也占中国大陆的进口油4%而已，对，很少，很容易能够找到替代者，所以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中国不会因为这样而就缺油，我想这个也是想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绿营的媒体兴高采烈的，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是，好，有关于这个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中美之间会有一个更详尽的谈判，就看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再做相关的石油的进口的后续。那其实呢，目前为止，其实加拿大倒是看到了一个缝隙，他认为说，中国大陆暂时不能拿到美国的油，那没关系，我们就跟中国大陆发展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卡尼最近呢，不断的强调他要深化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的能源合作。那其中包括了加拿大的这一家是这个跨山输油管道，可以将这个亚伯达省的原油直接送到西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看起来川普的这个封锁反而有助于中加关系的全面改善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李将军。再来就是说，美军疯狂的在加勒比海这边扣油轮，但是影子舰队真的抓得完吗？将军？加拿大所产的油哈，其实跟委内瑞拉的品质哈很接近，那大概都是属于酸性比较重重油脂的哈，所以说中国来讲，它提炼的设备来讲，它可以提炼委内瑞拉油来讲，它也可以提炼加拿大油，它不要去另外更换设备。那当然加拿大就看上这一点了。当委内瑞拉的油没办法再卖给中国，或者受到限制的时候，它刚好钻这个空隙哈，它将它的油卖给中国。因为原来加拿大要卖给美国，美国就可以它重税嘛，所以这次加拿大卡尼可以说哈，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刚好都落到他身上，他刚好一方面可以卖加拿大油，二方面也可以替补中国的所需哈。那第二个，我们讲说可不可以抓到影子舰队？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影子舰队。影子舰队顾名思义，它就是没有合法登记的船只的舰队哈，包括它没有登记，所以它没有什么国籍，它甚至于说是漂浮在海上，它也在海上，它也关掉它的应答器，所以说你不容易发现到它，可以说是偷鸡摸鱼、浑水打鱼的这种船只运油的工作，甚至于它的船只它可能出发的港口，譬如说是在委内瑞拉出发，可是它登记的港口可能在秘鲁，我在秘鲁出发，所以说当然美国来讲的话，要这个抓这些的影子舰队，它真的是可以抓。